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姐姐，老板，小公啊，然后怎么了？就是我在路上啊，好好的骑摩托车，结果有一台车突然切过来逼我车，对，好危险哦。然后我就马上变换车道，不然会被撞到。对，结果啊，我就被后面的车用行车记录器录下来了，说我没有打方向灯。可是你被逼车瞬间，你是闪躲他啊？对，所以我有去申请撤销，但是还没有下来，我现在就很烦恼。我最近刚好也看到一个类似的案子哦，他也是就是被恶意逼车，然后最后变成右转未打方向灯，然后遭罚18000哦。那可是后来呢，成功撤销，搞不好你这异曲同工之妙哦。那这个逼车的事情很多啊，我们应该来问一下专家啊。民法典让法律easy点，让烦恼少一点。刚才我怎么卡的了？对，很犹豫，因为他刚才被逼车了。对，还在想他被逼车的事情。我有没有遇过被逼车？有，我跟你讲啊，那个开车的人几乎都遇到。对，我印象很深刻。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逼车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以前年轻的时候被逼车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因为以前那个高速公路哈，尤其是有收费站。你知道现在没有收费站，对不对？以前早期的时候是有收费站，然后收费站都会排的大排长龙嘛。对，所以你大排长龙的时候，那个车子呢就会一直挤过来。我以前就碰到过啊，而且挤进来的这个人呢，他还很凶，他还理直气壮，觉得说他挤进来是对的，你为什么不让？还会摇下车窗说：“小姐，想要归我啦！”就有这种歧视女性，不过这是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没有关系啦，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讲说以前过往逼车的情形多不多？多，所以后来道路交通这个安全规则里面呢，就有一些的这个法条的这个规定哈。那规定它就是在确保这个你道路交通的安全。但是我们不可讳言呢，其实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规定哈？因为当时立法院也有这个提这个修法然后才把这个法条呢纳入。那纳入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最主要它的目的，它立法的目的呢，就是要避免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形，你是违反交通规则，然后你会导致这些的严重的情形。但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它用的名词上面很不确定很不确定。对，比如说你讲说，这个逼近啊。居然的变换车道啦，然后他说，或者是其他不当的方式让其他的车让道。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他可以科处你刚刚前面提到这个6000块钱以上到3万多块钱的罚款啦，那有人也念罚元但是是这种行政罚他可以这个处罚。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导致这个车祸，然后有人员受伤的话呢，那当然就会再踢进来，就是我们讲那个刑事的责任或者是民事的这个损害赔偿。我们在过往民法典里面，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谈到这个交通事故，还有交通安全、行人的权利，然后汽机车驾驶者的这个责任。那为什么提到这么多的原因呢？其实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网友显然对于现在的这个汽机车也好，行人的这个权利呢，他想了解，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民众呢，都是不见得搭乘这个大众捷运系统，对，因为他可能骑着摩托车啊，或者开车啊。所以呢，就希望知道说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我们现在不管是检举达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检举的部分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蛮委屈的。像小公啊，小公讲的情形呢，就是他其实不是去逼别人的车，他是因为被逼车之后，然后他要避免那个危险，所以他只能够换车道。对。那因为现在有行车记录器嘛，不像古时候的时候没有的时候呢，就比较麻烦。因为为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的诉讼法的规定啊，如果你要主张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的话，你要自己举证。对。可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最近的案子，有一个案子在今年1月5号的时候的一个报道啦，是南投有一个张姓民众呢，他在台南市开车啊，然后因为他南投来的嘛，所以路况不熟悉啊，就匆匆的右转，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差点跟直行机车撞到啊，然后结果被其他民众截图啊，
那被判了这个任意变换车道，迫使他车让道，被罚了18000块，还加记3点哦。那后来他就很不爽啊，他就去打这个行政诉讼嘛。那后来台中高等法院就去查验了相关的这个影片啊，好相关的这个就是记录嘛，那就发现了，其实他不是恶意用危险动作迫使对方让道，这就是逼车的文言文用法吧？对。那所以呢，就撤销他的罚单哦。简单来讲，他其实是因为他不熟路况，然后他就照着导航去开。结果这个变成变成逼车，被人家以为是逼车啦。那个案子里面哈，其实在讲那个案子的时候，法院在那个案子里面判的时候呢，他有回到那个法条，他在修订的时候他的目的了啊。所以他在讲说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43条啊，规定就是讲说什么样的情形你可以科6000块钱以下的罚锾呢？他是讲说，如果你任意。就是你随性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用逼近或者是突然变换车道，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让其他的车辆让道的话，那这个是什么时候修正的？我们刚刚在前面的时候，我提到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对不对？这个修正的时候是在102年，早期的时候没有这种规则，但102年也算这个蛮早的哈，大概10年前，10年前。然后呢，他那时候增订的理由呢，他是讲说那个时候啊，什么他的针对的这个行为是什么？是在那个10年前，你知道那个年轻人很喜欢蛇行，有没有？标仔。对，他很喜欢那个骑机车的时候，然后就蛇行，然后故意把重心压在后面对，然后呢，把那个消音器拔掉，所以他在对晚上的时候或什么，你会听到的那个，或者是他们喜欢听那摩托车发动啊，所以当时他在修正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时候呢，他这个行为其实是针对那个了。好。那在你提到的那个案子里面呢，你提到的案子里面，为什么法院认为他没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觉得他跟这个法条的规定呢，它是不符合的。因为第一个，他的目的，他有没有讲说让他的车让道？就比如说我们用那个案子里面，法院认为他并没有。他虽然有说突然的变换车道。对。可是他没有说突然变换的车道的目的是要再让其他的车能够减速。我懂了。所以他原来立法的时候，他的那个立法的理由上面就讲得很清楚。那当然就是很多的民众其实立法理由并没有含在法条里面。可是法院呢，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他会不会看那个立法理由？会啊，要看那个法的原意。功能是什么？对，所以呢，在那个案子你所提到那个案子里面呢，他法院才提到说，即便它是有居然的变换车道，可是它的变换车道，它的目的并不是在让后面的车子呢，它能够逼它的速度减缓，然后它可以插进来。所以像小工的情形呢，他前面来讲的时候，他讲说因为他事实上是被车子从这个右侧一直逼往左侧，对，所以他为了要避免车祸的发生，那他总不能在那边不动，然后让他撞上去嘛，不行，所以他才会采取的这种因应的措施。对，因为情况之下非常的这个紧急，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居然变换车道的情形，因为你也要这个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这个危险的这个发生嘛，不会说别人车子要逼你的时候，你就在那边不动，然后让他撞上来，那也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就这样来讲的话，恶意逼车这个没有一个清楚定义，因为我看那个案件里面还有讲到是法官有提到说危险驾驶的定义其实是并不明确的。对，因为刚刚我也一直反复提到说又有逼近啊、骤然变换车道，然后这边像什么恶意用危险动作之类的。那所以到底逼车现在有没有专属的条款？这个就是法院认为他使用的这个名词，他用的这些的名词不确定。对，比如说那什么叫做任意？对，什么叫做任意？那任意跟恶意其实两个不是对等的。那是我想干嘛就干嘛，恶意是我刻意很邪恶的针对你。对，英文我们叫做 intentional misconduct，就是你故意
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因为大部分的刑事责任都是用故意为前提。对，检察官要去证明你的故意，基本上来讲，其实是那个困难度是蛮高的啊。那所以呢，法院在提到说，到底什么叫做恶意？然后这个危险的这个行为，基本上来讲，这些名词很模糊啊。但是呢，我们刑事上面我们有所谓的罪刑法定主义，对，就是说你要符合每一个构成，每一个要件你都要符合，你才会构成，因为毕竟前科记录是跟着你一辈子跑的。好，那当然就有些人有前科的话，他10个跟1个没差。可是对于这个清白的这个民众来讲，他不希望有前科记录。那我有一个好奇的是说，这个逼车现在那么广泛了，可是好像目前是不是没有专法专规？那如果相关，我们会适用什么样的法条呢？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有啊，我们今天谈了半天，不是就是在谈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43条吗？它就是逼车条款。对，它就是讲它的条文呢，就是讲说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啊，就是有很多的情形，其中的一个就是逼车啊。他讲说，任意以迫近、居然变换车道或者其他不当方式，迫使他车让道。哦，所以它的定义其实就是任意、迫近、让道。对，这3个就是关键。对。那他有刑事责任吗？还是这个是因为这个叫道安条例的话，应该是属于这个是行政法，它是罚钱，那会有刑事责任吗？单纯的从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部分来讲，它不是有刑事责任，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有呢？比如说你因为逼车的情形之后，你2个车子相撞上去了，那人可能受伤了因为你的那个气囊可能爆破，然后你可能受伤的话，那你就是会有。最起码，我觉得这个过失伤害，过失伤害的情形是会存在的嘛，然后你有刑责了之后呢，我们上次有教观众朋友，有一种方式呢，可以不用额外的缴这个裁判费的，就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是在刑事，但它的前提是你的刑事是要有责任的。对如果你的没有责任的话，当然你不能够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所以呢，会不会一个行为它会不会引发你的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取决于你的事情的一个经过。但是我们听到这个以小公的这个情况来讲，基本上来讲他是被迫，然后才转换车道的话，他就不符合这个法条里面规定说，他是这个任意换这个车道，因为他是不任意的，他是被迫，他是被迫按照小公的这个情况来讲，他是被迫。不过小公的车上最好也要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啦，不然因为他恐怕也很难。举证自己，举证证明说，他事实上是被记，他为了要让那个危害的降最低，那他只能够用换车道的方式避免这个车子会有这个碰撞的情形嘛。但是的确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观众朋友，就是所有的法律的案件呢，虽然有法条的规定，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曾经谈过帝王条款，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又应这个网友的要求，我们谈一下这个对于逼车的这个法律上面的责任，不管是刑事也好、行政也好、民事的这个责任，虽然这些的条文都有规定在，但问题就是说你事情的经过如果小公呢，他是觉得说，他这个开上这个高速公路之后，觉得说，有另外一个美女这个在开车，然后他觉得秀他的这个开车的技术，然后就一个插进去的话，那他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小公他是因为这个被逼，然后不得不。然后才很快的变换车道。你在很迅速的动作情况之下，你如果来得及，你当然还是应该打方向灯。如果你来不及，你要因应的话，那难免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不会构成。所以对于这个条文的适用，其实法官也很有意见啦。因为法官觉得说，什么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这个行为，然后。你不能够只有看他是不是有变换车道而已，或者是你不能够只有看他是不是有这个逼近
而已，你还要看说它的这个变换车道或逼近的目的，它是不是在让其他的车子能够减缓啊，然后把让道过来给你。很多的事情它要整个全面的去看之后，才能够判断说，哎，它是不是有违反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是哈，我想啊，这个恶意逼车呢，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经验的。像我个人也遇过好多次哦，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状况了。那在网络上也有看过一些比较滑稽的，比如说这个重机，它其实现在是可以行驶在道路的中央的。那可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好，那就会摇下车窗哈，呛那个重机骑士哦，一下到底价，一下到底价，一直叫人家骑到外侧去哦。那这个重机就不爽，说。哇，重机嘞，你喜欢弄好，对不对？两边就吵起来，那就逼他嘛，然后就是一直恶意逼车，要把那个机车逼出去。哦，像这种，反正在道路上啊，反正就是讲不完的各种奇怪的例子啦，哈。不过你讲的这个情形哈，如果他是要把他逼出去的话，跟小工的情形就不太一样，他就变成是真的是恶意逼车了。对，因为他就是搞不清楚状况，说他以为机车不能骑中间，但其实重机是可以骑中间，他想把它逼出去。像这种例子，这个网络上之前也有看过。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还要提醒观众朋友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最近在看到网络上面很多的这个影片哈，就有时候发生这个汽车的这个纠纷的时候。哇，那个就全武行啊！对，就全武行就是完全不讲道理，所以观众朋友还是发生这个交通纷争的时候，不要讲事故哈，因为有时候不见得有事故，但是有这个纷争的时候，最好啊还是一定要报案嘛，比较安全。那还是如果遇到相关恶意的状况，就像委员说的，一定要赶快报警。对。那如果遇到像我们这么优质的频道怎么办呢？要赶快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啊，好不好？那希望今天大家关于恶意逼车啊，有一层更深层的一个了解了哈。那最后还是刚才讲的嘛，哈，这个按赞、订阅、分享之外呢，哈，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想看什么样的一个节目了哈。对。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呢，已经是第20集了，委员，速度很快哈。对呀，因为观众朋友那个我们大概我们讲的主题大概都是网友提供给我们说，他想要知道他可能碰到什么样子的这个案子，然后法院的这个判决最近的态度是怎么样态度，然后他在认定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一些的事项，我们都希望就是说网友让我们知道你们兴趣的议题，然后我们会把最新的法院的态度在我们的频道上跟观众朋友分享。是的，那讲到频道呢，什么时候会上架呢？哈，我们现在呢在委员的个人频道哈，就是这个是每周2的晚上8点哈，那在历史课频道是每周3的中午12点哈来上架。那我们不定期呢，这个也会上一些这个像是花絮啊，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闹的笑话，对，大家记得追踪哦。比如说为什么委员叫大头？因为头真的太大了。好了，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了。那我们这个一块很快，因为我们是10集1季嘛，所以呢，我们很快哦，这个又要迎向下一季了，所以要大家越来越多元的发展哈。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今天谢谢委员，谢谢意思哥，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观众朋友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哦，记得追踪哦，每周都会更新1集哦。那我们呢就在理发店上见喽，拜拜。